听四月说中文。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不晓得你们平常有没有在看台湾新闻的习惯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应该会注意到最近有一则被疯狂报道的新闻，就是关于有房子在台北市倒塌的这件事情。那因为这件事情还蛮严重的，然后也蛮大的，所以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再分享一下，简单说明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另外也会小小提及预售屋这个概念，以及我认为台湾年轻人对这次的事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那就希望你们会觉得有趣。那我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。最近台湾新闻不断的在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有几栋房子因为隔壁的新建案工程而倒塌的事件。要说到台湾的房子，真的可以介绍非常的久，但如果要简单形容的话，就是2个字：很贵。只要你有认识台湾人，并且问他们台湾的房价，90%应该都会摇摇头跟你说，房子真的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虽然这个贵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啦，但是要讲到台湾经常让人夸赞的点，应该就是很方便，吃的又多吧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住在台湾这些地方呢，通常房价当然就是偏贵的啦。而如果你去查台湾平均的房价，可能会觉得好像还好。所以大家说贵的时候，都是说那些主要市区，尤其是最多人聚集的台北市和新北市，房价都是相当惊人的。不过这次的房子倒塌事件和房价是没有什么关系，也和地区没有太大的关系，纯粹是因为盖房子的公司犯了一些错误，导致意外的事件。简单叙述呢，就是在台北市的大直，有一些旧房子，因为距离旁边正在新盖的房子很近，而旁边盖的房子在施工的过程，因为没有做好一些基本的工程，导致这些旧房子倒塌、裂开等等，让这些旧房子的居民没有选择，只能逃出自己的家，总共近400人吧。而这些人也正在接受政府的一些救助和安排。而因为这样的事件呢，其实在台湾是相当少见，受害住户又相当多，因此是近期媒体不断报道的议题。而且因为在台湾的选举也快到了，台湾的政治团体也都特别关注这次的事件。如果你有在看台湾的新闻，应该就会一直不断的看到这篇新闻后续的报道吧。虽然刚说到这次的事件算是相当少见，但也因为台湾近期有很多因为正在施工的建案导致的意外，所以这次的事呢，又让大家更担忧，觉得为何台湾正在建设中的房子会一直发生这些事情呢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媒体开始关注这个议题，所以才不断的报道类似的新闻，让人觉得好像越来越严重的感觉。不过像这种事件，对于台湾不想买房的年轻人，应该会有些无感。刚刚有说到台湾的房子实在太贵了，很多年轻人已经把买房当作是一个梦，而不是一个目标。大家还比较喜欢存钱出国啊，花钱体验，并且享受当下。对于买房这件事是兴致缺缺。我自己因为不住在台北或是新北，买的房觉得价钱没有到非常夸张，是自己还可以接受的范围。但是原本曾经住在台北一段时间的我，看到那里的房价也真的没有想要买的冲动。虽然我不确定大家觉得贵的定义是多少，毕竟大家赚的薪水都不同嘛。曾经看过街访台湾的外国人关于他们租屋的价钱，有些外国人一个月租房愿意花4到5万元台币，几乎已经是可以每个月买房的钱了。相较于学生或是刚出社会的人选择便宜的租屋，这点真的很不同。
但也因为房价不断的涨，形成了这种只租不买的文化。即使租金的钱也因为随着一直涨的房价而升高，但至少不用先从口袋里拿出巨额的钱来付买房的头期款，租屋还是显得诱人多了吧。如果你有想知道更多租房的文化，也可以到我之前谈论台湾的租屋环境的那集听听看哦。虽然这集我没有要详细介绍台湾房子产品有哪些，不过想特别提及这次正在兴建中但已经开始卖的房子呢，在台湾叫做预售屋，也就是还没盖好之前就可以买，等到盖完才住进去的房子。不晓得大家对于这样的概念会觉得很没有保障吗？或是你的国家也有这种制度吗？像因为这次造成意外的这个案件，因为是预售屋，所以还在盖，也还尚未销售完毕，但是已经有些人买了这栋房子。想象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买了这个房子的人，看到这个新闻，你会怎么想？虽然在买预售屋的时候也是有签合约啦，会有一些基本的保障，像是如果卖房子的公司倒闭了，你可能可以获得怎么样的赔偿，或是后续会怎么处理等等。但是像这次很少见的事件，可能就不会清楚的写在合约上。加上因为此次事件政府也介入了，建商现在必须停止他们的工程，除了自己要主动和建商谈判，也只能看建商要怎么处理了。话说啊，买预售屋常常一等就是3年以上，无法马上入住。如果是发生这种事，就又要延长盖房子的时间，这点真的也是买预售屋的一个风险。未来我也会想再开一集来和大家说说台湾这些房子的种类和优缺点，让大家能够了解更多。虽然这次的事件是无法预期的，建商也出面道歉和愿意负责，真心希望居民们最后都能找回自己的家。我觉得居住这件事是人最基本的需求，无论是租房也好，买房也好，能够住在自己觉得安全又舒适的地方，一定还是最好的。除了期望未来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以外，也希望台湾的居住品质能够越来越好，让大家能够回家好好休息，而不是回家还要怕自己房子倒掉，这实在太夸张了啦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，我也会持续的更新。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